欢迎来到知财有道，专注于为你带来有深度、可落地的财经洞察。让我们一起做理性的思考者，做聪明的投资者。债务、战争与金融，帝国掌控国家的手段。从历史上看，军事力量与金融体系的结合一直是地缘政治和掌控国家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除了通过武力进行领土征服之外，债务、战略贷款和武装冲突的结合，使大国和金融实体无需长期维持占领军，便能影响或控制整个国家。以下详细剖析该权力机制在历史与现代的演变动态。一、军事债务循环，为战争提供资金。战争是一项极其昂贵的活动，在冲突或面临生存威胁的时刻，各国政府通常会迅速耗尽财政储备，转而寻求外部借贷，资助冲突双方。在18和19世纪，欧洲大型银行集团经常为同一场冲突中的多个阵营提供资金，这确保了无论谁获胜，放贷者都能收取利息，并对受债国家施加政治影响力、胜利或失败的代价。战争结束后，战胜国和战败国在经济上都遭受重创。为了进行战后重建或支付战争赔款，他们被迫接受附带苛刻条件的新兴贷款。二、支票部外交与债务陷阱。一旦一个国家积累了不可持续的债务，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剧烈变化。控制权通过多种策略从军事领域转向金融领域，割让战略资产。如果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将被迫交出关键基础设施、港口、铁路、矿山或能源网络的控制权或几十年的开发权，丧失财政主权。债权人会强加严格的宏观经济条件、税制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或削减预算，实际上控制了债务国的内部经济政策，干涉外交政策。债务国通常必须使其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中的投票或地缘政治联盟与债权人的利益保持一致，以避免制裁或破产。三、现代金融控制的形式。在当代地缘政治格局中，这一机制演变得更加复杂。机制描述地缘政治影响基础设施贷款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型项目提供融资，并以自然资源或公共资产作为担保。如果债务人违约，债权人将获得对战略资源的有担保访问权或对贸易路线的控制权。制裁与金融封锁将一个国家排除在国际银行系统 SWIFT 网络之外，冻结其海外储备并实施贸易禁运，窒息一国的内部经济，在不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迫使其改变政权或政策。军工复合体通过长期贷款或有条件的军事援助计划为武器销售提供融资，使买国在技术和后勤上对武器供应国产生永久性依赖。核心观点：约瑟夫·波茨常被误传为约翰·亚当斯的名言总结了这一动态。征服和奴役一个国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剑，另一种是用债务。